人们突然惊恐地发现，天空中似乎隐藏着某种庞然大物。紧接着，人们就收到了政府发出的紧急避难通知。正在他们疑惑之际，更加惊恐的一幕出现了：一辆正在飞行的飞机像是被某种力量操控，竟缓慢地落在了闹市区。人们被吓得夺路狂逃。而也是在这时，天上的庞然大物终于露出了真面目，竟是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船，它覆盖了整个城市，遮天蔽日的场景直接让人窒息。人们终于反应过来，外星文明入侵地球了，而不只是纽约，全球城市上空都出现了这种飞船。各国军队迅速集结，做好了与外星人拼死一战的准备。但诡异的是，外星飞船并没有发动攻击，除了将人类的飞行器强制禁飞后，它便再也没有了其他动作，只是静静地悬浮在空中，仿佛神明一般，俯视着渺小的人类。人们猜测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人们就发现他们去世的亲人都复活了。原来这些亲人是外星人为了和人类沟通制造的幻想。外星人自称超主，他要人类不要害怕，自己是来帮助地球的。眼下地球上充斥着大量的战争、饥荒和不平等，而自己的到来，这些痛苦都会成为过去。除此之外，他不会干涉人类的一切。各国高层坐不住了，他们立刻召开紧急会议。官员们都认为外星人不可能这么好心，因为人类在对方眼中和猪一样弱小，而众所周知，猪在养肥了后就会被杀掉。但眼下人类的武力根本无法对超主造成伤害，所以他们决定按兵不动，看看对方接下来会做什么。但相反的是，普通人则陷入了恐慌。就在他们为如何对付超主激烈争论时，杰斯站了出来。他认为大家现在争论没有意义，因为他们拿对方根本没有办法，还不如该吃吃该喝喝，生存1分钟，快乐60秒。毕竟超主目前并没有展示出任何敌意，相反还在不断帮助人类。大家听了杰斯的发言，顿时不再想对付超主。而杰斯没想到的是，他的这种行为直接改变了自己的人生。就在晚上，杰斯准备睡觉时，家里所有的电器突然全部自动启动。紧接着，他的房子开始剧烈震动起来。杰斯赶紧和妻子躲进地下室。就在两人惊魂未定时，地道的木板突然被掀飞。杰斯小心翼翼望去，屋子外竟开始传来绿光。好奇绿光究竟是什么，杰斯慢慢向门外走去。可突然，绿光开始变得刺眼，而在绿光的照耀下，杰斯发现他的房子竟开始被分解。想着自己房贷还没还完，杰斯鼓起勇气走了出去。眼前竟是一个像眼球般的飞行器，而这时飞行器打开了舱门，像是要杰斯进去。If I go, leave my family alone. 像是听见了杰斯的话，飞行器再次发出绿光，房子直接变回了原样，仿佛刚才的事从没发生过。杰斯迫不得已进入飞行器，下一秒飞行器就带着他回到了飞船。一片漆黑过后，杰斯所处的飞船内部竟变成了他和死去前妻度蜜月的酒店房间。原来超主读取了他的记忆，想用他熟悉的环境来降低他的防备。紧接着，房间镜子背后传来了超主声音，原来是今天杰斯安抚众人的场面吸引了他，他想要杰斯做自己在地球的代言人。但杰斯并不感兴趣，他要超主送自己离开。超主没有强求，而是拿出了一个装置，如果杰斯想通了，就按下上面的开关。说罢就把杰斯送了回去。可等杰斯刚下飞行器，情报局的人就找了上来，原来他们早就盯上了这里。特工要杰斯将手中的装置交出，因为装置可能是炸弹或者病毒。杰斯不想给，特工竟直接威胁要将他击毙。见他们如此逼自己，杰斯很愤怒，于是在交出装置时，直接将装置启动。一瞬间，奇迹发生了，悬在城市上空的飞船发出无形能量，地球上的绝症纷纷被治愈，常年瘫痪的病人也在能量的帮助下恢复了正常行走。许多人被这些神迹折服，成了超主的狂热粉丝。他们都坚信对方是真心帮助人类，而杰斯也顺理成章地成了超主的代言人，开始代表超主改善地球。而只过了一天，互相仇恨的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就在超主的干涉下达成和解，甚至还一起开心地跳起了舞。杰斯还将美国军舰当成轮船运送到非洲解决饥荒，将沙特的石油管线改成水管，解决撒哈拉南部的用水问题。但仍有少部分人始终认为超主对人类一定包藏祸心，于是成立了自由团反抗超主。他们将杰斯抓走，并决定直播处死，因为杰斯是超主的狗腿子，公开杀了他就能动摇人们对超主的信任。但自由团没想到的是，超主早就注意到了这一切。就在杰斯以为自己死定了的时候，下一秒时空就被静止，子弹直接停在了空中。随后超主撕开一道空间，就将杰斯带回了飞船。而经此一事，地球上再也没有反对超主的声音。很快15年过去，地球在超主的帮助下，直接变成了乌托邦一样的天堂。科技高速发展，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，人们对超主非常感激，非常渴望见到他的真容。而超主也觉得时机到了，决定和人类见面。可当看见超主的真容时，他们却惊呆了。